我记得我的越南学生伍伯涛博士有一次曾经问我怎么看待我的未来。他知道我的年龄啊，60多岁了，快70岁。他说我的未来显然不是指健康问题，而是指事业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说老师我对自己的未来专业的生涯呢，实际上是矛盾的脑子的有一半呢是一个信。什么叫信？就是我相信我只要经过努力，我在我的事业上呢还会有提升，因为我的过去就这么过来的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事业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只要努力，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然后事业上也是，我们只要努力，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那么这是一种惯性，很显然它会带着我继续走下去。特别当我在继续在这个事业上做一点事情的时候，而且很顺的时候，我就会相信，这叫信。其实还有一半不信。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幸呢？因为现实是这样。中国我们这个基础设施隧道行业，我们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国家对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并不像以前几十年那么多了，有的时候会有停顿或者缓慢或者减少投资的规模。技术也是这样，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有一个瓶颈，它总不是线性的，好像进入到一个台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努力我想多做一点，我想做好一点，不那么容易，上一个台阶不那么容易。这个时候呢，脑子里的一半呢不幸就占了上风。当然了，这个不幸也不是很悲观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其实它是到了一个台阶，回不去了，回不到以前最初的那么糟糕的地方。虽然往上升也很难，所以也许是这样一个进入到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你说不幸，但也不是悲观，应该也能认命就感觉到我们这一辈人其实到这个样子应该可以满足了。就像我们这种生活，从小时候吃鱼吃肉也是一年当中也是只能吃上几天然后呢，一年的工资赚下来的钱也只能买一辆自行车然后后来的生活好转了，我一年赚下来的钱也能够买一个电视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后来再去买房子买车子，所以像我们这样一个人生当中这么一段时间都经历过了。你要知道，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那是几代人的经历。那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代人身上是不大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中国却是司空见惯。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伍伯涛，你离开统计到越南有几年了？马老师10年了。我曾经在同济大学读了硕士和博士，接触很多那个新技术，对我们越南来说是新技术。然后回去10年当中，对我个人发展也好，对我单位也好，给我们启发很多新的那个思维。在岩土工程方面，有很多技术是我们还没应用，但是中国已经应用很成熟了，变规范了，所以在规范方面我们能接近很多。我比如说，当时我们单位要研究那个对土坝的防渗，这个对既有的那个大坝有风险，但是中国敢做，然后我就把中国的规范翻译。然后就给我们单位参考，领导很那个赞成，然后也推荐应用在越南。在隧道方面，越南未来应该也是有不少项目的，据我所知谈到隧道我们应该最早是那个铁路隧道，公路隧道，所以山林隧道我们很成熟，但是城市的隧道，那么我们就基本上没有经验。尤其是那个地铁隧道 GBM 盾构。我印象当中是我们胡志明市、河内市在未来都要大量的要建地铁的，还有我们的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铁。你能不能给中国的同行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未来的项目的信息你们的规划？越南最大的2个城市就是河内首都和胡志明市，早就有规划了
每个城市都建了好几条地铁，在胡志明现在已经建成了一条日本贷款的日本施工，然后也有越南企业参与。我们慢慢学习嘛。然后在河内现在也正在建那个第3条，那么我们规划还有好几条，大概是河内按规划是有200多公里顿沟隧道，那么胡志明更多，有400多好像。然后谈到那个高铁啊，我们从河内到胡志明有1500公里左右，比京沪高铁还要长。而且那个政府很下决心要有钱。你认为在越南坐地铁或者坐高铁，它的其他方面的挑战，你认为主要将来会哪些方面有的？我们国内的企业包括勘察、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其实说地铁我们之前就没经验，高铁也是，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我们需要自己先研究、先做的话，也碰到很多那个技术的障碍。其实你知道，我们中国不论在建设高铁还是坐地铁，有大量的经验。就是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让越南的同行能够了解中国的能力，或者是让中国的同行能够了解越南的市场需求，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首先，我想谈一下，我们按照我所理解啊，我们有些大项目就是国内的技术还没达到那个建设工程的要求，我们还是很那个乐意开放，然后跟那个国外的企业一起合作。现在政府更支持这个方面。我是2001年大学毕业，我到那个研究院工作，我就拿到几本很厚的书，是水利工程手册，有很多集的，有很多都是那个中国作者，原来是采用中国的手册参考，然后变成越南的水利工程的手册，包括地基勘察、设计，还有施工，还有很多那个交通行业、水利行业、水电行业、民工行业。所以说我们本来就采用很多中国的技术，那么现在建高铁也好，建地铁也好，我们也都理解是中国在这块是有很多经验。而且现在网络都发展了嘛，我们一查就知道中国早就做很多研究，编很多规范，建成很多那个工程项目。我觉得了解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怎么两国的那个大企业能一起合作，然后通过建设越南的高铁和越南的地铁，也能够把越南的当地的企业的水平也提高起来。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政府，还是越南企业都非常乐意。那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您认为比如说让中国的企业参与你们的那些全国性的沿途工程会议啊，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呢？在这个方面，我们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沿途工程协会，其中是我们3年有一次是主办那个国际沿途工程的会议，已经是6期了，是吧？对，很多年了。就是发光公司是最大的那个执政单位，跟那个越南沿途工程的协会一起举办。明年在2026年再举办一次。如果趁这个机会一起参与，不光是那个科学的分享，而且是可以参加展览，让越南当地的单位也了解中国的。是的，直接面对面交流。那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下一次你是说2026年大概是几月份啊？一般是在11或者12月初。
但是有几个时间点，可能是说今年会一定要明确这个参展和明确那个论文的递交，是不是？那今年都要做好准备，然后明年嘛参加会议，是一般都是这样的，是吧？还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准备的。我导师是朱和华老师，朱院士。我也通过他，也把那个网站发给他，然后他也帮我扩展一下。所以大家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让我们中国的同行，尽可能多的知道啊，然后呢参加这个会议，通过参与这个会议呢，了解越南的隧道工程的这个建设的计划，以及这个越南的这个，比如说地质情况啊，这些挑战在哪里啊，让中国公司也了解。包括还有多少项目啊，大概什么时候要做啊？这样的话就能够，还遣使中国公司过来和越南的公司都可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话可以促成未来的这个合作。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再继续聊。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交流啊，我就讲到这里啊。希望我这个信与不信啊，这是一对矛盾的一个想法，希望也给各位啊有一些启发。我相信我们的同龄人，很多人会跟我一样的想法。年轻人听了以后，感觉到不至于要躺平，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生活，应该说对你们来说，信应该永远是占上风的。好，谢谢，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白云说水节目，让我们再见。